大小姐，大小姐，大胆狂徒，竟敢闯本小姐闺房，毁我清白！我不是，我没有，别瞎说。等我捋捋，等我。穿越过来数年，应聘宣武侯府护卫，赚点银子，等待武举开始。昨夜莫名其妙的晕倒，然后孽障！我的九儿啊，九儿，祖母！下来，下来！老侯爷，在下冤枉啊！小的真的不知道怎么进到小姐闺房。闭嘴！老东西，你是想把事情闹得沸沸扬扬，人人皆知吗？啊！我，完了！大楚律法和奸者，男女各徒1年半，有夫者徒2年，施暴者罪加1等。我这是要判到何年何月？穿上衣服说。我记得你叫萧天洛是吧？当初可怜你，让你进院，想给你一条生路，没想到你却撒胆包天。老侯爷，冤枉啊！小的入府当值以来，就从未进入内院。记得昨晚在前院巡逻，临时缺了趟茅厕。醒来之后，就在小姐的闺房，中途发生了什么，一概想不起来了。小的认为是被人下药了，只是这下药之人针对的是小的还是宣武侯府，就不得而知。小的对天发誓，绝对没有不轨之心。此番玷污小姐清白，小的只认罚不认罪。只认罚不认罪？那你是不想公了，想私了是吗？你一个小小的护卫，你拿什么私了？你是有金有银，还是有屋有宅？你拿什么来赔偿我孙女的清白？祖父，我刚进府就听说大小姐自小体弱多病，动不动就晕倒，一直搁在府里娇养着，这样子感觉一口气都能吹倒。九儿，是祖父对不住你，也对不住你那死去的爹娘。以后到了九泉之下，我哪还有脸去见他们啊？祖父，我和这位护卫所见略同，我怀疑是有人对我2人下了药，故意要毁我清白。真是造孽！那现在这事该怎么处置啊？你说迁在即，却出了这档子丑事。是咱们豪府是容易封罪，但是你哎呀，好了好了，先想想这人怎么处置。还是不要曝光，此事不宜宣扬，先把他关进柴房，等我想想，再请祖父和祖母为我做主。哎呀，最起码呀，没被送官判刑。祝九儿失贞的事情一旦被传出去，侯府那可是一个巨大的丑闻呢。这侯府不会要杀人灭口吧？哎，我好歹曾经也是有名的兵王，一次任务后穿越到这大楚王朝，成了一名孤儿。我原本想着呢，赚点钱考取武状元，咋就这么难呢？哎呀，真他娘的倒霉！这昨晚上的事情一点也想不起来。哎呀，小护卫，算你小子运气好，大小姐的仁慈，你的小命保住了。是，不是，管家，这怎么回事？老侯爷有令，带你去祠堂。
这萧天洛这是怎么了？发生什么事儿了？曾管家可是老侯爷面前的亲信，能劳烦他大家。这小子这次犯的事可不小。哎，灵通，昨天晚上你们俩一起巡的逻，你知不知道发生什么事了？我哪知道发生什么，知道还和你们一起看热闹。列祖列宗在上，今日我把这个小贼捉来亮相，求老祖宗们给个支持。卜卦不会卜卦决定我生死吧？要不要这么草率？这我也不会看啊，这老邓不会瞎说吧？老祖宗们，我就是走个过场，你们来真的，一个个都为老不尊，看看希特了。小子，你无我孙女清白是事实，这事往大了说，你要判刑；往小了说，你虽不是死期，无法断你生死，但是以我的地位，想取你的性命，轻而易举。侯爷，此言差矣。就算能取小的性命，绝不能称为轻而易举，伤筋动骨，在所难免。大言不惭！儿子，既然老祖宗们有指示，那就不报官，不取你性命。但是你要入赘，做宣武侯府的新郎官。你是说他一晚上没有回来？哟，哎，洛哥，你这是做了啥？洛哥，你为啥被关进柴房里啊？误闯了内院，内院里有个大宝贝。内院？那可是大小姐住的地方，是侯府禁地。你竟然没事儿？你肯定是吓到大小姐了。堂堂一个前世的兵王，居然被人按着头入赘，祝九儿是受害者，我就不是吗？那又不是我下的，说的他妈谁还不是个厨艺啊？小护卫，跟我走吧。哎呀，我这一宿没睡，湿透了也得歇歇吧。内院有事找你，你得换身衣服，赶紧跟我走。这柔弱小美人，要说美是真的美，可惜啊，这身子骨太柔了。大小姐，找我何事？祖父请过老祖宗，他们同意你入赘，你有什么想法？大楚国素来是父母长辈做主，为何大小姐操心起自己的婚事了？这恐怕呀不合规矩。你我二人虽有夫妻之实，但却无媒而合。说难听点，我们就是一对狗男女，做了苟且之事。逼我入赘，不入就只有死。一个下马为过，又来一个，真当我没脾气？你怎么能这么说？手感不错。无耻！大小姐，你做人可得讲点道理啊！昨晚的事可不能怨我，你自己摸摸良心，问一问，你的第一次珍贵，我的第一次就是垃圾吗？我说过，你也是受害者，所以才说服祖父不要报官的。话都说到这个份上，那咱们就打开天窗说亮话。从一开始，你们就不可能报官。失了贞洁，对姑娘家来说事儿大，更何况是侯府家的千金大小姐，传出去你无法做人，侯府抬不起头。就算现在侯府人丁不旺，这宣武侯府多少年的金字招牌砸不得。狼行千里吃肉，狗行千里吃屎。我想当狼，可不想当着吃草的绵羊。这做赘婿有什么可好？你嫌做赘婿辱没尊严，枉为男儿。大小姐可知这赘婿在大楚国地位有多低？赘婿者不得入朝做官，而我有意武举做武官，
大丈夫生于天地之间，岂能屈居于人下？原本啊，我想在宣武侯府就赚些银两，等存够了，就去参加科举。所以没得谈。祖父的一番威逼下，他竟然都没妥协。我这一身身手，为何不能自己拼个前程，却来伺候你们一家？再说你这大小姐身体娇弱，一看身子骨是真不好，没尊严，没幸福，更没前途。我图啥？若我们执意让你做赘婿，又该如何？你我门不当户不对，按理来说，我是攀不上你们侯府的大门。既非我本意，你们也该拿出诚意。说条件。平起平坐。我既是侯门婿，也该有掌家权。小姐以后是我的娘子，虽为赘婿，不要求以夫为纲，但对我也不能要求以妻为纲。我们平等以待，并无高低之分。若要是有孩子该如何？起码生2个，一个随我姓，一个随你姓。若你们担心我谋侯府的家产，咱们可以定个协议，1年、2年，或者3年。之后我萧某离开侯府，我们还彼此一个自由身。这么离谱的条件，你们总不可能答应吧？世间竟有如此无耻之人。好，可以。这都答应？你是图我啥？今天就算是天王老子来了，你也走不了。要不然本小姐的药……我要纠正你一点，你方才说做赘婿有失男儿尊严，但你可知这世间门户也分3、6、9等。我宣武侯府虽比不上是皇室，但也是1等侯爵。谁见了你不得低头3分？还有，府中的馈本是我在管理，若为我夫君，自然要替我分担。府中大小事均会过你的眼，由你我2人私章方可成事。可幸，若是成婚后，我和祖父祖母自会替你立威。宣武侯府世代忠良，断不会欺你辱你，除非什么？除非你吃里扒外，对侯府不利。大小姐身体这么不好，将来怎么生孩子？何况还生2个以上。哎呀，这种子再好，这地得肥沃呀。看来这协议签与不签……你方才是你说要签协议的，现在你要反悔。好也是你，歹也是你。这世间本就对女子不公，现在你夺了我的贞洁，无论你什么理由，都是我受屈辱。妈的，这女人一哭，竟然打乱了我的节奏，稀里糊涂的多了这么多条协议，这是要完全把我绑在侯府。算了，怎么说，对我也有利。找个地方把这协议藏起来。不是个善茬儿。不过也还不错。哎，你看，我就知道这家老小啊，不是省油的灯。走，哎，快点！两位不必再跟着了，我只是出来散散心，回去告诉老侯爷，我萧天洛言出必行，不会逃跑。
是守信用之人。大晚上的散仙，我信你个鬼！5时过后必定回府。咱俩是不是太怂了？他现在还不是咱们的主子。那也快了，你没听老侯爷说，这位将是咱们的姑爷吗？那他5时之后一定会回来吧？那他要是跑了，咱俩可就麻烦了。除了相信他，还能咋的？人都没了。参加武举是不行了，至少现在不行，还是在侯府做做赘婿吧。你看，这不是之前来咱府上应征没应上的高手啊？这还真是啊，确实挺厉害的。不过还不是连门都没进去的高手吗？我认识你们2位吗？哎，等我光了，不要影响我的食欲。真是个不知天高地厚的家伙。知道我们现在是什么人吗？我们现在是安王府的人，对我们不敬，那就是对安王府不敬，知道吗你？敢问2位在府上什么身份？哪个院子的？你算老几啊？好大的口气啊！还质疑我们的身份？当着大家面好好说说，安王府这等门楣，什么时候靠你们2个下等家丁支撑？今天这么多人，我就想问问，安王府的主子到底是谁？还是说你们2位下等家丁能够代表安王府啊？你们只是家丁，而我现在是宣武侯府护卫，地位比你们高那么一点点。安王殿下年轻时，曾经带兵讨伐了凉州，收复失地，以王爷之身建立不朽战功，封狼居胥。现在却被你们2位下等家丁借虎皮拉大旗，行此等侮辱人之事，2人真是愧对安王府啊！说得好，谁看见能再附和呢？找死啊！安王陛下，你们算什么玩意儿？本王在府里都没有见过你们，竟敢打着本王的旗号在外面羞辱人，羞辱的还是宣武侯府的人，想死吗？把这2个上不得台面的玩意儿打发了。是。安王殿下，王爷饶命啊！我错了，王爷错了，跳！王爷饶命啊！小兄弟做得很好，没有把那2个玩意儿和本王扯在一起。你在本王府上应征过家丁，回王爷的话，小的先应征了护卫不成，后应征了家丁，都不成，才到了宣武侯府。小兄弟，本王很看好你，不如你从宣武侯府请辞来我府上，给你个护卫队长，如何？但凡你早一点，我就来了。现在我是想走都走不了。多谢安王的邀请，小的在宣武侯府还算过得不错，就不挪窝了。这个管家是怎么选择的人？还有护卫队长，你这样的体格竟没看上。你在安王府打了几轮？在宣武侯府打了3轮，但在安王府1轮也没打，只是看了一眼就打发走了。之后才到了宣武侯府。这帮狗娘养的竟敢糊弄本王，一个都别想活！轻着点啊！回来了。你们这是还有脸问怎么回事？管家都让我们搬出去了，很显然那是要把你赶出府了。少他娘的胡说八道！人管家都没有说话，就你屁话多。果真吗？呸！管家，当真不是。你与大小姐的婚事没那么简单，在事情没办好前，绝不能对外公开，还需要等等啊。那他们这是……老侯爷对萧护卫的身手极为赞赏，所以请萧护卫住到他的院子里，方便随时切磋。萧护卫，请吧。听到了没？放屁也不要太早，崩到自己就不好。哎呀，好了，别管他们。萧护卫，再看看有没有要添置的，尽管交代啊。老侯爷的意思是，现在还是照常轮值，
以免让人生疑啊。等时机到了，再公布你姑爷的身份。看来老侯爷准备好剧本了。剧本啊，就是照本宣科的意思。侯爷跟我接触下来，颇为中意，所以招为孙女婿。只因啊，我这家里贫穷，上无父母，这侯府家大业大，必须后继有人呐，所以招为赘婿。高啊！我等会儿就去跟老爷这么说。啊，好了，小护卫，随我走吧。行。哎，怎么样？还满意吗？住手！臭小子，放下我的剑，不准动我的兵器！我怎么跟你说的啊？这小子也就是个匹夫之勇，见到我这好兵器，他哪能不动心啊？你还把他安排到这儿呢？是。我告诉你啊，臭小子，这阵子少给我惹事。如果在成婚之前有什么节外生枝的话，你看我怎么收拾？收拾我？1对1，谁收拾谁还不一定。好了好了，我说你个老东西，你凶什么凶？这可是咱未来的孙女婿。哎呀，人家哪里凶了呀？不就是嗓门大了点吗？哎呀，你看看这大高个，再看看这宽肩膀，定是个好生养的。老夫人，好生养的从来都是说女人的，哪有说大男人的？那孩子又不会从男人裤裆里掉出来。一边去！你懂什么？这种子不好，发出了芽能好吗？不愧是武将之家，百无禁忌。萧护卫，老身想问问，你为何肯答应入赘呢？你个老婆子，好不容易让这小子同意，你现在还多问啥呀？老夫人，小子虽然出身贫寒，但也知道礼义廉耻。女子贞洁贵如金，负责2字对小的来说理所应当。只是这赘婿让人为难，见识过许多欺压赘婿之事，但只要给小的足够的尊重，小的愿意。既然我们已经签字画押，那就照章办事。好好好，九儿，听到了没？还不快出来！啊，看见那花了吗？漂亮吧？贵气吧？审美，花儿也像。油嘴滑舌，偏长得正气凛然。要不是知道你的出身，还以为多牛气的人物。此花呀，叫敬群芳，是宫里的达官贵人专程来送给九儿的。看似抬举九儿，这花儿以九儿目前的地位还担不起呀。这是宫里的贵人要跟我抢媳妇儿。恭喜你答对了，你小子挺聪明的嘛。我跟你说啊，盯上我孙女的好男人那可多了去了啊！我就知道没那么简单，这哪是入赘，这是入坑呢，还不如跑路。哎，臭小子，想什么呢？哦，你不会是想逃跑吧？我可警告你，你跟九儿已经签了协议了，而且你跟我们侯府签的护卫活契可还没到期呢。你要是跑了，那就是我们侯府的逃奴。你要是被抓到了，是被判刑的。你自己好好掂量吧。我说你个老东西，你是不是糊涂了？他是来咱们家做孙女婿的，不是来做仇人的。咱们不上下一心，你就等着一起完蛋吧。老夫人说的对，未来侯府的重任还得我和大小姐一起来担，我还得随着时间慢慢改变身份，适应以后的变化。好好好，那我们不打扰你们，你和九儿啊，好好先熟悉一下。老东西，走。大小姐，那咱坐坐。今日上午祖母进宫，我托病没去。宫里一直暗示我双亲生死不明，应尽早找一个靠谱的人。这是什么意思？逼你嫁给皇子？
年龄相当的皇子有5位，皇后独占3子。陛下一直没有立太子，就是想要皇子们争。如今皇后的势力最大，我虽双亲生死不明，但宣武侯府实力犹存，想让我祝九儿沦为争权夺利的工具，休想！不对啊，这口气和祝九儿病态美一点也不配啊！拜见皇后娘娘。大哥不必多礼，快入座。皇后娘娘，不知赵老臣是宣武侯府。老侯爷还没做出选择。不是没做，而是不想做。本宫已经召见2次，都被搪塞了。本宫的3个皇子，他们是一个都不想选。娘娘的意思是，本宫可以再退一步，但宣武侯必须选一个。他不心仪本宫皇儿，不如大哥去提亲如何？侄儿也老大不小了，该成婚了。我知道了。那老家伙不一定会见你，你可以去寻找安王。罗哥，你以后要是飞黄腾达，可千万不要忘了小弟我。那句话怎么说来着？狗睡狗，勿相忘。狗富贵，勿相忘。我没读过书，还是洛哥有文化。还以为你飞上枝头，连这巡逻的事儿都不放在心上。从老侯爷府上过来远了些，不过我没有迟到吧？差点忘了，挪了地儿。只要在侯府的一天，就尽职尽责。这样就好，不要耽误正事。侯爷是主子，一时兴起，你一个侍卫，虽说不是纯粹的下人，但是也要懂得分寸。陆会长教训的是。这样就好。做人呢，最重要的是要懂得自己的身份。我去你！仗着自己护卫长的身份，看谁不爽就用身份压人，搞得侯府是他家一样。呸！哎呀，随他去吧，继续巡逻。小哥，有贼人翻墙入院。别动手，别动手！是我。表少爷，这么晚在这干嘛呢？贺延年是祝九儿母亲的娘家侄子，用科举的名义住进侯府，实际所有人都知道这一家的目的，想娶祝九儿，霸占侯府的一切。我看这里长满了野花，虽说无人打理，但也自有韵味，想着来送人。现在花没了，你可以回去休息了。表少爷，你以后可是要参加科举的人呢。谢什么谢？我是借住，又不是坐牢房。表少爷，老侯爷交代过，你应该以学业为主。哎，关你什么事儿啊？什么时候轮得到你小子多管闲事了？表妹，见过表哥。表妹进来可好啊？听闻老夫人入宫了，这老夫人也不识抬举。表哥表妹天生一对，我与表妹才是最好的良人。表少爷从哪里听到的？老夫人的行踪可是你能探听的。表少爷，你还是安心读书吧。听闻您近日经常去红春楼，若是让老侯爷知道了，不知会怎么想。我只去过1次，表妹你要相信我。而且那个花魁是清官，卖艺不卖身。那表哥可知道，与这花魁共席或是共度春宵要花多少银两？这我哪知道多少银子呀？每次去价格都不一样，需要拍卖，这价高者得。表哥最好好好想想当初进府的理由，不要生那些痴心妄想的想法。我还要温习功课，我先走了，告辞。对了，明日府上有贵客，祖父说让你陪他一同去。好。哎呀，安王殿下，好久不见呐！看着老侯爷身体康健，本王就放心了。老侯爷，这位是皇后的长兄，如今的工部尚书陈大人。
哦，见过老侯爷，初次来访，冒昧了，还望老侯爷见谅。皇后的长兄不就是皇子的舅舅？从祝九儿那也知道，宫里的皇后想让祝九儿嫁给自己的儿子或者侄子，这是来拉媒的呀。哪里，原来是陈大人啊！失敬，快请坐。请。老侯爷的护卫气度不凡，不愧是将才之家。老侯爷挑人的眼光厉害。本王回去一查才知道，王府竟然变成了蛀虫老窝，这些人被本王全部处置了，正好缺人。小伙子，本王说过要你就要你。来人啊，看茶。侯爷这府上是真的不错，园林韵味十足，下人管理的井井有条，侯老夫人上心，实在是令陈某佩服。我家内子若是有陈老夫人这般本事，也就不必操心了。就是这府上空了点儿。我勒个去，这是暗示老侯爷侯府该添男人了。我可怜的儿子儿媳奉命前往边境，可没走到就失联了，至今都生死不明。都说活要见人，死要见尸，我现在白发人送黑发人，我连他们的尸体都见不到啊！这老侯爷老演员了，直接以儿子儿媳失踪来转移话题。老侯爷节哀呀，兴许有峰回路转，如今这府上人丁凋零，本王看着心里也难受啊。安王说得对，尤其听闻宣武侯的独女身子骨不好，我家夫人特意给她准备了珍稀的养生药材，千年何首乌一支，天山雪莲一支，给大小姐补补身子，是我们小小的心意。这陈尚说是不打算接过呀，今天就是来逼着侯府嫁人的，要么皇子，要么侄子，选一个。陈大人送如此厚礼，我们不能收啊！况且大夫说过了，我孙女身体弱，虚不受补啊！虚不受补啊！我确实听大夫说过。祝小姐身体如何呀？我们两位说，她现在身体还很弱，是从娘胎里带出来的。她从小就在我们二老身边，我们也舍不得她离开呀。如今年岁渐长，我们准备招个赘婿，或许能生个一儿半女，为我侯府延续香火。什么？招婿？对，招婿，但是一定要身体强壮的，毕竟这田已经不好了，如果种子再不好，那岂不完蛋了呀？抱歉，实在没忍住啊。老侯爷是真损呐，谁不知道陈尚书的儿子是有名的空虚公子？老东西，想要以此蒙混过关，休想！我就不信你真要招赘婿。老侯爷既要招婿，不知看上了何人？不会现在就要把我抱出来吧？这府上要招婿啊，那人肯定不会少，兴许有不少男子愿意来。还是老侯爷有眼光，把孙女放在眼皮底下疼。这是自然，她从小就娇弱，她嫁到哪里我也不放心呢。我一定要好好的看着她，直到她生儿育女，生活美满为止。别说我了，就她祖母疼的都疼到心坎里去了，实在是不愿意把她嫁出去了呀！啊，礼不收，婚不提，还说要招婿，这陈尚书谋划，怕不是要落空喽？老东西，真不识抬举！皇后都把话放在明面上了，他还不给面子，入赘！我陈家乃是皇亲国戚，陈家丢不起这个人。老侯爷疼孙女，理解。我家小儿曾远远见过祝小姐一面，颇为向往。哟，这么巧啊！
我孙女体弱多病，鲜少出门，这都能碰上陈公子啊？请问陈公子体格怎么样？强壮吗？若是萧父这样，那恐怕达不到本侯的要求啊。我勒个去！这侯爷这是指着陈尚书鼻子，把他一家都骂。来人啊，把府里的新鲜水果拿上来，给陈大人消消火。老侯爷，我有个不情之请，这个护卫我看着顺眼，本王能否带回府呀？我靠，这吃瓜吃到我身上了！实不相瞒，这小子刚进府就一鸣惊人，令我刮目相看。这些时日也是他陪着我切磋武艺，颇为爽快，实在是舍不得呀。听过抢女人的，第一回有人跟我抢男人。看来我越发有一双慧眼呐！老侯爷捡到了宝，我有缘无分呐。谢王爷赏识。侯府的挑人眼光确实不错，这家丁们整整齐齐，丫鬟们也水灵，就连护卫也个个威武，我真的看着眼馋。安王殿下不能这么说，过奖过奖啊！我去，这俩人在跟陈尚书冷暴力。老侯爷，安王，陈某还有要事在身，就先告辞了。慢走，有空再来啊。老侯爷恕罪啊，这位上面可是皇后娘娘，我就算有个安王的名号，也得罪不起啊。你呀，当初跟着我征战沙场，一身铮铮铁骨杀出来的威名，你怎么能做出这种事儿呢？这不是实在推脱不了吗？老侯爷，刚才说的是真的，真的要招赘婿？不瞒你说，我们早就想好了，而且啊，这个赘婿已经敲定人选了。别说他姓陈的来，就是皇后亲临，我宣武侯府还是这个说法。老夫可是杀出来的一门双侯，如今我儿子儿媳生死未卜，他们就急着瓜分侯府，还想让我孙女儿沦为他们皇权争斗的工具，儿都没有。老侯爷息怒啊，气大伤身。总之啊，贤婿我心中已有人选了，这种事儿啊，以后你就别操心了。我知道了，那老侯爷，我就先告辞了。恕不远送。对了，准备一下，明天跟着九儿去查探一下庄子。查庄子？对，你们不是签协议了吗？什么平齐平等，共同掌管侯府之类的。既然如此，你应该了解一下我们侯府下面的产业。正好也到了该查探的日子了。庄子里面雇佣的都是当年跟随我或者我儿子的士兵遗孀遗孤，他们曾经跟随侯府出生入死，我现在也不能亏待了他们家人啊。我知道了。你这把我们都叫回来，发生什么事儿了？这几日到了老夫人老巡查的日子。哎呀，我还以为什么事儿。放心吧，爹，早就像往常一样准备好了。就是没错啊，爹。老夫人每次都抽查最近的，都是我们安排好的人，保证跟以前一模一样，让老夫人听到她想听到的啊。也是，不过这些日子你们要收敛点，别搞出什么幺蛾子。切，能出什么事儿？在这个庄子里，我们陈家就是天王老子，谁敢忤逆？你看那些被我玩的女子，她们敢吭声吗？是啊，爹，老二说的没错，您就是瞎担心。放心，跟往常一样，不会有事的啊。陈三，参见大小姐。你就是庄头陈三？正是小人。老夫人有要事在身，这次由大小姐来查探庄子。大小姐如此虚弱的模样，看来只是走个过场，应该没什么问题。我身体不好，也不想四处转，看一下账本就行。是。
查看一下最近1个月。小姐，肉食、蔬菜、水果都对得上，不过米类较上个月减少了许多，缩水了一半。大小姐，这实在是事出有因。上个月接连下雨，晴好的天极少，淹了不少农田，还有不少牲口因此生病啊。原来是雨水过多，看来果林那边受损也不小。刚才路过的时候，看到不少人在迁移。天灾倒也正常。不过我侯府的植田并非租给田主，均为自给，底下的那些劳工都是请来的人。正是。原来大小姐是想问是否按时发放报酬。大小姐您放心，这些账本上都有记录，都有记录。柳叶，你去田间找人询问一下，看看发放多少，嘱咐规定补贴的那些是否如实发放，特别是士兵遗属。好。还好这些人早就安排好了，往常老夫人来查都没查出来，这病殃殃的大小姐更不可能。你看着我做什么？大小姐英明，只不过柳叶姑娘一人难以走访，最多走访附近的范围。定点和广点抽查结果还是不一样的。不如我们坐马车，整体巡视一周，随机抽查。这可不行啊！大小姐身子金贵，万一在庄子上有个闪失，我没法向老夫人交代啊。有我在，大小姐安危无虞。你当侯府的马车是摆设，还是说庄子里是刀山火海不成？马车里软和得很，大小姐尽管放心，到时候下去一定会无事。陈庄头，和我们一起从庄西到庄东走上一圈吧。是。刘烨，你上去查看一下。陈庄头，你就留在这儿吧。我与陈庄头那是一见如故啊，小孩尽兴。我也一样。大小姐，你不如回车内等待。萧护卫是不是对我有什么误解？我是身体不好，但也不是风一吹就到。这大小姐嘴还挺硬，那就站着。哪里不对呀？洛哥啥时候与大小姐这般熟啊？救命啊！快来救救我！那茅草屋是做什么用的？怎么有人在哭啊？那不是什么重要的地方。走，去看看。光天化日，你们这个白日哪里来的狗东西，敢动小爷我？信不信今天老子要了你的狗命？光天化日之下欺负女子，外面的劳工都不敢吱声。看来你是个惯犯，老子最见不得凄凉的恶霸。不要怕，我是这庄子的主人，跟我说。他是这庄主的儿子。大小姐，这确实是我那不争气的儿子，请大小姐饶他一命啊！能不能活，就看他说什么。长子还是次子？这是家中次子，大小姐，以后我一定好好管教他，保证以后不会再犯。一定不会再犯。刚刚这个小姑娘呼喊了那么久，我们隔大老远都听得到，附近的人却充耳不闻。莫不是作奸犯科都成习惯了？大小姐，饶命啊！我倒有个办法。你这个孽子！我跟你说过多少次了，不要把自己当主子，你就是个下人。现在好了，爹，这不是你说的吗？老侯爷夫妇都上了年纪，大小姐又是个不管事的，这里天高皇帝远，谁能管得了咱们？哎呀，你给我闭嘴！
祖父祖母宅心仁厚，你们真以为你们私底下的小动作能够瞒过他？你们私吞的少，也就睁一只眼闭一只眼罢了。你们竟敢欺他们良善，今天你就算是踹死他，我也要看看你们一家人是如何在这作威作福，到底还欺瞒了什么？好险，差点忘了我是个弱女子。大小姐，我敢保证，今日之事纯属巧合，他就是一时糊涂啊！大小姐，老二，你起来给大小姐说啊！要是让老侯爷夫妇知道我在账本上做手脚的事儿，不行，绝对不行！你们把这儿当做自己的地盘，那这地盘的主人也该收回。至于那个人，我是不会听你们信口雌黄，一会儿听大家说道说道。今日不用做工，去把他们都叫来。是。今日大小姐做主，你们平日里遇到什么不公的事情，尽可道来。侯府3代宣赫，总不能让那些不知好歹的人坏了名声。有冤要平，你们尽管开口。我的女儿，大小姐，你要给我们做主，给我女儿做主。大家看清楚此人，平日里受过他苦头的，直接站出来说话。还有你们的陈庄头，可有徇私的举动，一并说出来，过时不候。请大小姐做主，这个陈家老二曾经对我女儿动手动脚，我家女儿才12岁呀。还有我呢，我家是个男孩，也不过才13岁，只是因为长得眉清目秀了些，这个畜生他连我儿子都不放过呀！你这狗东西，还真男女不敬，小的都不放过，真他妈畜生！还有我，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 我一个，还有我，好了，你们可曾向陈庄头禀明过情况？小的曾经说过，但陈庄头拿了5两银子给我，说是算作补偿，还暗示若是不息事宁人，就让我们无法在庄园里劳作，在方圆10几里内再也找不到比这更好的去处了。我们只是普通人，能有个谋生的地方不易，只能咽下这苦水了。大小姐，老夫是战事遗属，本是受老侯爷的厚爱，安排在庄子里做活。方才听这位姑娘讲，才知道我们应该多拿2份收入。何止如此啊！陈庄头为了隐瞒，先将工钱发给我们，然后就在背地里又收走了2成。我们要是不给，就把我们赶出去了。大小姐，小人冒犯了。我背上的这些伤疤，那都是陈三的大儿子留下的。他陈名暴虐，陈赌好色，陈庄头又贪财，还有他的老婆，还有2个女儿，都像水蛭一样吸血。大小姐，你可得明察呀！大小姐，陈三一家人在这里为所欲为，我们要是离开这就没了生计，不得不遵从啊！老侯爷体恤下属，安排这些补偿，相当于战死的抚恤金，你连抚恤金都敢贪？我错了，我错了，大小姐，饶我一命吧，大小姐。大小姐，现在人证物证俱在，账本经不起查，该如何处置？他们一家都是我祖父放过来的，既然如此，那就请祖父祖母过来，总得让他们一家心服口服。林通，换马回侯府，请老侯爷。罗哥放心，保证最快。我知道哪匹马最快，我带你去。好，给我老实点。我去抓陈家老大。老侯爷来全完了，他最恨吃里扒外的人。这谁呀？这是大爷，有喜了！胡说八道，大白天什么喜事啊？这，不对啊，难道是老夫人来查验庄园，看到我们把庄园管理得挺好，要奖励我们？一定是这件事。哎，等我啊！哎，来了，来了！什么喜事啊？人呢？哎，我去！你是不是尹老子？拼的就是你，老实点！别他妈给我添乱！你他妈谁呀你？知不知道爷我是谁？我这，跟我走！放开我！放开我！
这啥玩意儿？喜欢抽人鞭子的陈家老大，我去的时候他躺在女人的怀里，本来以为是个多牛掰的活，没想到是白斩鸡。呸！你也不见得有多好，一群奴才，一群狗奴才！我原本以为你没什么多大的本事，没想到挺有自知之明啊！狗奴才这个词儿用得好，用得妙。装腔作势的久了，你真把自己当主子了？你这个不要脸的东西！你说什么啊？他们一家固然有错，你们也有错。你们难道忘谁是替你们做主的人？要不是大小姐今天坚持从西头查到东头，没有发现他们今天作奸犯科，你们要忍到何时？我侯府一向以百姓为善，但并非软弱可欺。若有人以为我们真的会纵容下人，那才是对我侯府最大的误解。这说得好！侯爷，侯爷，做主了，侯爷，为我做主了，侯爷为我们做主了，侯爷。老侯爷，祖父，侯爷救救我们！田螺，整件事情我都听说了，干得不错。祖父，陈笃作奸是被我当场抓住的，其他事情这些庄人都能作证。至于更多，我想一查便清楚。侯爷，饶命啊！查，一查到底，该怎么办就怎么办。陈三儿，从今往后，你不再是庄头了。你把庄子里所有的账目都拿过来，全部移交给九儿。从即日起，你来辅佐他，处理好庄子里的事务，直到我再物色到更合适的庄头再说。是，侯爷。至于这两个畜生，押送到衙门，按律法办。侯爷，侄三儿，老夫待你不薄吧？你父亲当年跟着我上战场，一直在我后面帮我张罗，为了照顾我殚精竭虑，最后病死了。乘着这份恩情，老夫想对他的家人好一些，你这才有了进庄子的机会。现在你把他的这份恩德消耗殆尽。这里的其他人跟你进庄子的原因是一样，老夫让你管庄子，你呢去做欺男霸女的事情，把他们当奴仆一样虐待。当真以为老夫老了拿不动刀了，杀不了你们陈家了？侯爷开恩呐，是老奴教子无方，老奴愿以死谢罪。求老侯爷放过我两个儿子啊！想死了一了百了，想得到挺美。要真死，没准老侯爷还真会心软，放了你儿子。像你这样贪污腐恤金的畜生，还不配。陈三儿啊，陈三儿，别以为老夫不知道你心里打的什么鬼主意。你若是条汉子，真心寻死，老夫或许还能敬你一敬。祖父，别与他们废话，把他们交与衙门便是。把他们三个都押送到衙门。你们如果有愿意指证的，可以跟着我们一起去。我去，我愿意，我愿意作证，我愿意作证，我愿意作证，我们都去作证。好，我愿意作证。九儿，这一来一回的舟车劳顿，你身子弱，就别跟着去了。正好也该接手侯府的生意了。先在庄子里住下吧，把庄子打点好。知道了，祖父。把他们押上。走，走。饶命！侯爷，侯爷饶命啊！走吧，这有一处温泉山庄，我们去那儿住。这还有温泉呢？当然，这是先帝特意赐给老侯爷的，全城就这一座，平常有2个老婆子看管，负责打理。看来先帝在世时与宣武侯府关系极好。我可是三皇子的人，你们也敢拦我？滚开！此地乃是侯府所有，外人不得入内。到底是何人在此喧哗？身上没有悬挂任何府邸的腰牌，辨不出身份。姑娘说自己是三皇子的人，你们是何人？这位姑娘，您是不是耳朵不太好使？刚才不是说了吗？此间乃是宣武侯府的温泉庄子，外人不得入内。你们到此处不跟主人打招呼也就算了，还为难起我们的婆子。
老奴给大小姐请安。她就是传说中宣武侯府的大小姐，也是三皇子一直挂在嘴边的女人。三皇子正妃之位一直空着，就是留给她的。敢问姑娘是三皇子府上的何人？我认识你，你们是红春楼的护卫？洛哥，他们当真是红春楼的护卫？见过。那岂不是说你就是表少爷口中卖艺不卖身的花魁？表少爷果然在说谎，他刚才可是说自己是三皇子的人。是我们冒昧了，告辞。大小姐，那边庄子外面好像是三皇子的私宅，他不会也在这里吧？走。三皇子今天竟然来了，宣武侯府大小姐脾气如此火爆，或许应该让三皇子报复回去。哼！哎呦，我的可人儿，你这是怎么了？本宫这段时间是忙，才没空来看你，受委屈了？奴家刚才不小心闯进宣武侯府的地界，看见温泉池便想进去，谁想到被两个不长眼的婆子给拦住了去路。后来朱家大小姐带了丫鬟护卫过来，也许是奴家身份低微，在对方质问下不敢报出名讳，那丫鬟护卫便言语羞辱，奴家只好仓皇逃离。这一路上想来，越想越委屈。你是说宣武侯府的大小姐此刻正在祝家的温泉山庄？完了，不该提侯府大小姐。先送陆小姐回红春楼吧。是。霞，咱们有机会再会。哦，对了，今日之事切莫对外提起。殿下，朱家大小姐竟然在侯府外，这机会难得呀！我当然知道，只不过那祝家不识抬举，三番四次去学与皇嗣联姻，相见怕是很难。若不是宣武侯府掌握着那个东西，本宫早就将他们给灭了。那祝家大小姐呀，她自然会沦为我的玩物。老奴倒是有个主意。哦，说来听听。英雄救美呀！这山州可是有一伙小山贼的。妙啊，妙啊！洛哥，灵通，你这脸怎么……好你个灵通啊！没想到你浓眉大眼的，也是个坏胚呀！说吧，这是庄子中哪个娘子反杀了？洛哥，你可别冤枉我，我这是被大小姐身边的柳叶打的。哦呦，你小子出息了呀！大小姐身边的大丫鬟你也敢招惹？洛哥，才不是，这天麻麻黑的，我不小心摔了一跤，一不小心摸到了她的屁股，她转身就给了我一巴掌。洛哥，我真是冤得慌。哎呦喂，好家伙，你是谁家的猛将啊？摸了人家屁股，还没被打死啊？他敢！好了，咱们喝酒泡温泉去，敲钟。小姐，你是不知道，那林通就是个色胚，他趁我不注意，他敢摸我屁股，还谎称是因为夜色太黑看不见。万一他真没看见呢？不可能，那厮定然是故意的。看我以后怎么收拾他。洛哥，将来嫁给你的小娘子有福气了啊！小姐，萧护卫真的和林通说的那样？怪不得那日大小姐双腿打岔，身上留下了不少印记，除了腰上的掐痕，后背和脖颈间也都有。这萧护卫也不懂得怜香惜玉。哎，对了，洛哥，你将来准备娶个什么样的媳妇儿啊？能经得起我造的。竟然敢看不起我！若我不喝药，也是。就洛哥这体格，娶个经不起折腾的，天天憋着火气多难受啊！等大哥成亲了，兄弟我
一定奉上一份大礼。平日多谢洛哥照顾。你那点银子呀，就自己留着，娶媳妇儿用吧，我用不着。我觉得那西街豆腐小西施就挺不错。大哥，你家住在那边，能不能给我牵个线啊？他呀，脾气太暴，一块豆腐能拍死人。父母啊，可是嫌贫爱富。我瞧着她挺顺眼的，总比柳叶那个丫头强。那丫头哪像个女的，跟个母大虫一样。小姐，我真忍不了了，我要找把刀给她砍了。她竟然说我是母大虫！林护卫说话心直口快，你别往心里去。狗嘴里吐不出象牙，且让他等着，我倒要让他看看什么是真正的母大虫。兄弟们，看到了没？就是前面那个庄子，只要干成这一单，咱们这辈子吃喝不愁，女人更是随便玩。记住一点，男的一个不留，女的谁也不准动。很好，等他们熄灯后，咱们就行动。是。师傅，大小姐，完了，这梁子算是结下了，不就摸了一下吗？一不小心的，怎么就这么急着我？那大小姐，我们先回屋休息了。身如劲松，背如卧碑，这样的男子不像平常的护卫，却像一方大将军。为何一名小小的护卫竟有如此气质？难道我真捡到宝了？罗哥，这里黑灯瞎火的，怪吓人的。人太少，我这心里七上八下的。怂货一个，这屋有顶，铺有盖，将军锁一挂，有什么好怕的？罗哥，你说这……闭嘴，睡觉。嘘，外头来人了，保护大小姐。来贼了！小姐别冲动，有2位护卫在。我去，不愧是洛哥，哪来的？不肯说，那就交衙门处置，也懒得跟你们废话。不见棺材不落泪。洛哥，跑了一个！哎，穷寇莫追，这儿的地形你还没他们熟悉呢。天黑路陡，摔死！还是不肯说。我们路过。你当我3岁小孩呢？这个庄子藏匿于山间，极为幽静，附近都没什么烟火。你骗鬼呢？早不来晚不来，偏偏我们住进来了，你们就来。我说是有人给了我们银子，说这儿有好处，我们才来的。什么人？不认得，他就给了我们100两银子，说这儿有富家大小姐，只要绑了她，我们能得到更多的好处。男人女人？男的。一群蠢货，被人当枪使了都不知道。林通，把他们绑起来，送到衙门里去。是。刘烨，你和林通一起去。大小姐明知我嫌弃这个姓林的，还要让我跟她一起，就是看热闹不嫌事儿大。
好的，小姐。今天这帮贼人来得蹊跷，大小姐觉得何人所为？那个花魁也没这么大胆量。他顶着三皇子的名义耀武扬威，哪有什么胆子敢策划贼人来袭？小的与大小姐想到一块儿去了。半夜贼袭，英雄救美。管家，什么时候了？回殿下，算算时间，应该动手了。我已经打听清楚了，此次顾家大小姐只带了1个丫鬟，2个护卫。对于那帮亡命之徒，解决他们那是轻而易举的事。好，没想到这泼天的富贵竟然到了本皇子手中。那祝九儿虽然是个病秧子，但也国色天香，本皇子可是垂涎许久。只要我抓到祝九儿，生米煮成熟饭，哪怕宣武侯那只老东西也只能打碎牙咽下，不得不支持我。到时候看哪个皇子敢跟我争！恭喜殿下，真是得偿所愿啊！既能得到美人，还能拿下宣武侯府，真是一箭双雕啊！对了，那祝九儿体弱，你派人多准备一些补药，可别到时候被本殿下给玩死了。宣武侯那个老东西绝对是要拼命的。殿下放心，老奴早就准备好了。好。殿下，时间差不多了，该你出马了。本殿下早就迫不及待了，所有人准备。殿下，温泉山庄有变，那些匪徒都被人制服了。属下亲眼所见，一个护卫带着1个丫鬟把匪徒往府衙押去了。你说什么？祝家大小姐带了2个护卫，其中1个尤其勇猛，匪徒大半都被他拿下了。这帮山匪也不中用，就1个跑了，其余全被抓住了。废物，没用的东西！养个侍卫，居然敢坏本皇子的大计，该死！大小姐叫我来是有要事要与小的商量。前几日晚上发生的事情，我们猜的没错。三皇子出宫，应是在露水仙那儿知道我的去处，所以才买通山匪行凶。但他应不是为了伤我，而是在我和侯府面前博一个好感。我想了一晚，日后你为我夫君，有些事情也应该让你知道，免得到时候乱了分寸。看来是准备告诉我一些侯府的密事，也好，这样才能互相帮助。大小姐，请说。如今陛下正值盛年，但东宫一位一直未定。你也知道，大楚是朱家的天下，如今争取东宫之位的皇子有5位，陈皇后独占3子，大皇子、2皇子和5皇子，养着花魁露水仙的3皇子，则是由丽贵妃所出，而4皇子则是贤妃所出。5皇子年纪尚小，方才15岁，时常容易被人忽视。会咬人的狗不叫，看着弱势，反而是优势。你说的没错，5皇子智多近妖，擅长隐蔽，让其他皇子都看不见他。如今争得最狠的，便是大皇子、2皇子和3皇子。那4皇子？4皇子的母家是武将之家，虽说敌不上宣武侯府，但也是镇守边关的大将之一，封安北侯。大小姐是不是不太喜欢安北侯府？我爹娘就是在安北侯府镇守边关助阵，才了无音讯的。确定是他们搞的鬼？不清楚，但也不得不令人怀疑，安北侯或有不轨，或是受他人离间，但他一直都没有摆脱嫌疑。而贤妃知道我的心结，便没有过多的撮合我和4皇子，只是一直在向侯府示好，想要缓解关系。但我爹娘一日不见，这关系便再也缓解不了。若是被人离间还好，若是有意，这血仇便不可能成为夫妻。
那上次来侯府做说客的安王和侯府关系如何？安王是祖父的忘年交，他如今已经隐退朝廷，不在朝中任职，只是挂着王爷的头衔颐养天年。皇后上次请他去，他是看在陛下的面子上才去的，他拒绝不得，但他也知道我祖父的心思，所以不会趟这趟浑水，所以安王是可以结交的。但那几个皇子什么的，你一定要多加小心。那我们二人这被下药之事又是怎么回事？危机四伏，宣武侯府又不是铜墙铁壁，哪有不漏风的？你看，千防万防，还是让人钻了空子。他们可能是想先取我性命，让我无从选择，只能任人拿捏。哎呀，可是小的自认为精神力极佳，可那天这不知怎么的，就是着了道。醒来之后，就已酿成大祸，甚至都不知道自己怎么到的内院。哎呀，不行！等这次回到府里啊，我一定得好好查查。别，我的意思是，此人失败了，定然不敢再次造次。现在侯府需要隐蔽。洛哥，救命啊！洛哥，你就是穆大虫！你再嘴碎，我就撕掉你的嘴！你别跑！你还跑！你站住！程程，哪儿来的？窗子里面摘的。哎，我都说了是误会，这不小心才摸到你。你不说那是你拼，我都不知道。再说了，我说崴了脚，天慢慢黑的，我哪看得清楚？那今天呢？你今天摸我的，你一回看不清，两回看不清，下次再看不清，你还准备摸哪儿啊？这怪我吗？你说话就说话，突然转身干嘛？你过来！看在萧护卫的面子上，就不跟你计较了。若有下次，我就让小姐做主剁了你的手。怎么跟个母大虫一样，凶巴巴的？都说了是误会，不小心才碰到。再说了，就你那点本钱，我还瞧不上，半只手都握得住，有什么好？你那句话怎么说来着？什么难养，说的就是你。还请救救奴家！那个贱人误我！三殿下，那个女人不能再留了，她不知分寸，打着你的名号，在外耀武扬威。不若如此，二皇子怎么会将此事透到陛下面前？一晌贪欢倒也罢了，宫外藏娇，万万不可继续啊！此事多半是宣武侯府放风给二皇子，为自己的孙女出头啊！放心，那个继子本就是本宫一时兴起，根本就不可能长久。他既如此蠢笨，那便怨不得本宫了。殿下英明，只不过以后酒色方面可得要收敛了。二皇子，抓住此事由头，接下来定会严惩殿下。不过，那个贱人敢逃跑，倒是出乎我的意料。殿下放心，我定会将此女子给抓回来。你觉得我与宣武侯府结亲有几成胜算？我听闻母后那边已经急不可耐了。据我所知，陈尚书前些日子请安王陪同入宣武侯府，意图说提亲，但被老侯爷一口拒绝了，声称要替自己的孙女招上门女婿，把陈尚书给气走了。招赘婿？绝对不可能，那不过是老侯爷应付陈家的说辞罢了。殿下，找到露水线了。不过什么？那女子逃到了温泉山庄，我们也不敢贸然进入。废物！殿下莫怒，这或许是件好事。什么意思？殿下苦思无法与祝家大小姐相处，这
也许是一个机会呀。温泉山庄那是宣武侯府的私宅，往日殿下没得到允许，是不能进入的。但现在殿下是去抓逃奴的，这是名正言顺、光明正大、天赐良机呀。对呀，本殿下是去抓逃奴的，自然可以进去呀。快，去准备准备。好。爱卿救救奴家！大小姐，是那个花魁。大小姐，外面来人了，说是要抓家中逃奴，想要硬闯。还请大小姐可怜可怜奴家，救救我！三皇子要置奴家于死地，还请大小姐救救我！带他进去。小护卫，你过去看看。宣武侯府之地，休要放肆！我们府上有逃奴，分明瞧见进了你们的庄子。大楚律法有写明，家主有权利追捕逃奴。那大楚律法有写明，你们有权闯入他人私宅，你们倒是咄咄逼人，动不动就搬出大楚律法。来说说看，有这条吗？说不出来。好，那我换个问法，敢问你们是哪个府上的？逃奴的契约书何在？此地距离主城遥远，附近只有几个村庄，倒不曾听说有什么高府大院。我倒是怀疑你们的身份，是真的抓捕逃奴，还是伺机进入宣武侯府的庄子行不轨之事？哼！既然掰扯不清楚，那就先送至衙门，查明你们的身份。若是核实了，我敞开大门让你们进来。我们只是替三皇子办事，哪有什么怒气？露水县的卖身契还在红春楼。你确定要拦我们进去？我们可是替三皇子办事的。哦，原来是三皇子，那我不拦着。算你识相。你胆敢进去，我敢保证，老侯爷的弹劾明天就到当今陛下的面前。去啊，愣着干什么？我倒是听说啊，先帝要进入温泉山庄，都得跟老侯爷说一声。我倒要问问老侯爷，现在的三皇子是比当今陛下还要厉害吗？你什么你啊？要去就去，不敢啊就滚！你给我等着，此事我定当禀报三皇子。走。当真是三皇子的相好吗？不是花魁吗？你真是没见识，花魁和普通的妓女相比，不过就是好听了点儿。青楼是什么地方？进去哪有干净的？真当别人都是傻子？表少爷果然是骗人的。大小姐，求您不要把奴家交出去。三皇子他不是人，他是想要奴家性命。我若没猜错的话，你的卖身契还在红春楼吧？没有路引，我就算带你离开，你也寸步难行。换句话说，大楚没有你的容身之地。你不是三皇子的人吗？他为何要杀你？奴家自己掂不清楚分量，想要成为三皇子府中人，在外面大肆宣扬，好像与二皇子有关系，其余奴家不知道。涉及两位皇子，我帮不了，你离开吧。不要，大小姐，奴家离开就真的只有死路一条了。想活命，你只有一条路，冤有头，债有主。两位皇子，你选一个。奴家明白了，多谢大小姐，奴家会在天黑后离开的。大小姐，三皇子来了。大小姐，三皇子来了。来得还挺快。怕不是听见消息就快马加鞭赶过来，生怕来得晚了。大小姐，我该怎么做？柳燕，你带他从密道中离开。好的，小姐。祝小姐。
见过三殿下。这女人演起来真绝呀！平儿在府里看着娇弱，也没有这么惨吧？不用多礼，不用多礼。本皇子外出打猎，途经侯府庄园，从远处看，可真是美不胜收啊！所以想借地休息。三殿下大驾光临，自然是欢迎之至。只是小女子身体不佳，不宜久站，还请三殿下快请进。好，好，好，可别让美人祝小姐受寒。罗哥，这给皇子当护卫就是不一样啊！看见没有，都挂着令牌呢。一会儿你就当哑巴，什么都不讲。行。殿下，哎，洛哥，怎么了？啊，没事儿，被一个没教养的畜生给撞了。原来如此，畜生没教养就不必理会。走吧。是。三殿下在附近游猎，今日可是休沐？正是。这两位便就是府里的护卫吧？看着就训练有素。老侯爷的眼光可真是不错呀。对我有敌意，是将大小姐当成他自己的所有物，所以敌视他身边出现的所有男人。府上都是祖父和祖母在管，小女子清闲，人啊是祖父选的。祝小姐，听说有个女人打着我的幌子，硬闯了庄园。庄园里边近日确实进了山贼，不过好在有两位护卫得力，才没有让山贼得逞。交到衙门啊，还得了500两的赏银。小女子担心有人要报复，所以这庄子里边才不能让外人随便进出。你说是吧，三殿下？一个借花魁为借口进入庄子，一个以山贼回击，精彩。话都暗示到这个份上，这三皇子应该是没脸再提这事。该死，他们竟然猜到是我，若是再纠缠下去，就撕破脸了。祝小姐啊，最近这身体还好吧？多谢殿下关心。我这病啊，是从娘胎里边带出来的，想要根治不容易。如今日日饮药已成了习惯，不过身子骨没有大碍，只要静心休养便是。我府邸有不少好药材，不日便给祝小姐送来。这倒不必了，我的药都是刘大夫开过方子才行，不能乱服，就不劳殿下费心了。不是说歇歇吗？歇完了就可以滚了吧？在这干坐着，眼看要到饭点了，难不成还要给你们供饭？这朱泽章脸皮也是够厚的，大小姐都暗示他要清静休息，还赖着不走。小姐，小姐，快和大小姐回房间，我们去给小姐熬药。不是，我们聊的不是很投机吗？咋说倒就倒？不是，这每日便要喝药啊！回殿下的话，确实每日一碗。小的保护大小姐以来，从未见她断过。原来如此，是我叨扰了。既然这祝小姐身体不适，那我便就先告辞了。你们好生安着她。没事儿，我装的。那三皇子没有要走的意思，我要是不出此招，还不知道要耗多久。
别去死我！奴婢真的以为你喝那药喝多了，没病也给整出病，真是吓死我了。还是萧公子聪明啊，不然在那干耗着，他那个眼神让我看着就恶心。要不然怎么会被大小姐选为姑爷呢？闭嘴！大小姐，人走了。他走了？走了，我亲眼盯着的，全走干净了。大小姐演技厉害啊，3皇子慧眼，您这功夫也不浅。怎么样？殿下，并未在庄子里发现陆姑娘。不是说投进了这庄子里吗？我们暗中也将庄子都搜了一遍，根本没发现。要么人被祝姑娘藏起来了，要么就已经离开了。废物！我如此大张旗鼓，你们竟然什么都没搜到！殿下息怒，属下派些人再盯几日。也好。对了，那个叫什么来着？算了，就是那护卫，你们想办法给我弄死。我看上的女人，身边不允许出现男人。是。这刚处理完庄子的事，又来这么多。大小姐，这些都是侯府名下铺子的账本，主要是天香阁那边的，还有一些是14。不过天香阁的账目不怎么好看，日渐惨淡。看来祖父是要把这烫手山芋给我了。还有那几家14，明明位置不错，生意就是不好。位置再好，产品得过硬，不然再好的地方也白瞎。就好比和尚庙前卖香火，可曾听闻和尚庙前卖梳子的？庄子这边的事情也了解了，要不咱们去天香阁转转，看看是什么情况。大小姐，大小姐，萧护卫出了点急事，还请萧护卫随我一并离开。啊，对了，也可以带上刘护卫。曾伯，到底是什么情况？宫里有动静，事情要从急，老侯爷那边已经在安排了。大小姐，你一定要准备好。我知道了。哇，这就是先帝御赐的宅院。正是，这是先帝在世时赐给老爷的。洛哥，你这是什么运气啊？又是住庄子，又是住先帝御赐的院子啊！里面有给你准备的衣服，赶紧去换上。好。好得很呐，曾管家。为什么洛哥有我没有？都是侯府的护卫，不应该一样吗？哎，你不一样。走。哎呀，真热闹啊！真热闹啊！这排场真大呀，好热闹呀！真大呀！果然和我想的一样，入赘的时刻到了。哎，这宣武侯府不是没有村子吗？这是要去哪儿下聘啊？可是侯爷要银钱啊！嘿，休得胡言乱语啊！老夫年轻的时候都没有纳妾，我跟我夫人恩爱一生，老了还会自毁情欲不成？胡说八道！我也说的是，那也不对呀。这要是大小姐的话，这怎么还往外抬啊？这难道是莫不是要招婿？哎呀，我那个可怜的孙女啊，天生不足，身体虚弱，她父母又下落不明，我就在想，她将来可怎么办呢？想来想去，还是以招婿为首选。招婿这招好，招婿确实好。前段时间他去庄子里小住，遇到了山贼，还好被身边的护卫给救了。那护卫生得俊朗，虽然父母双亡，但是颇有英雄气概，是个好儿郎。
做我们侯府的赘婿最合适不过了。我呀，今天就来定亲的。定亲了，走，这么快走，是赘婿，真是啊！走走走走走，看去。我哥要成侯府的主子了，还不是普通赘婿，而是宣武侯府的赘婿。我的个乖乖！洛哥，这真的吗？比真金还真。哎呀，老侯爷，这个气度倒是和宣武侯府很般配。竟然是护卫，一看就很能打，说不定能和老侯爷一较高下。也行。臭小子说什么呢？来来来，跟老夫过两下子。哎，臭小子说什么呢？来来来，跟老夫过两下。老侯爷，那个今日有喜事，见者有喜，不知道老侯爷有没有赏呢？对呀，有没有赏啊？是啊，有没有赏啊？快快快，发去发去！今日下礼，7日后是黄道吉日，大家就可以到侯府门前凑个热闹，吃个散席。哎，这是说7日后便要成亲。那更得恭喜老侯爷！恭喜老侯爷！恭喜大家！恭喜老侯爷！恭喜老侯爷！婚期定得如此仓促，曾管家刚才跟火烧屁股一样，果然出了变故。婚期只能早，不能晚。哎呀，我这个孙女婿，也就是命不好。如果投胎投得好，这可是将良之才呀，也不至于入赘呀。哎，这是我们侯府的好运气，也是我孙女的好福气啊！我相信，将来他们两个一定能过上好日子。是啊，一定能的。老侯爷说的是。怪不得祝九儿演技好，原来是一脉真传呐。洛哥，你飞黄腾达了，我应该高兴的，可我怎么高兴不起来啊？以前啥样，以后我们也啥样。你身边啊，也该有个默契之人。既然你们俩谈得来，那就把他调到你身边吧，再给他加些银子。谢老侯爷。老侯爷，昨夜山庄的事儿我也有份儿，您怎么没看上小的呀？我呸！长得丑，想的还挺美。哎，行了行了，进去吧。我们也走吧走吧走吧。一共24响，12的2倍，对于纳血来说，绝对是大手笔，也是对我的态度。多谢老侯爷。该改口了。多谢祖父。哎，这才对了嘛。我本来打算啊，让你跟九儿在庄子里啊再处处，彼此再磨合磨合，我再把这件事啊提上日程。可谁曾想啊，人算不如天算，有人想促成九儿入宫，这我可就等不及了。是皇后？那个贼婆娘啊，根本就不成事儿，一计不成又生一计，她竟然直接闹到了陛下面前，让陛下给九儿和大皇子赐婚，还说什么大皇子战嫡又战长，要娶妃呀，要考虑长幼。他呀，一是想堵住后面皇子的嘴，二是想暗示陛下，就算要立东宫，也得考虑嫡长。这是宫里有人给信儿啊？那必须的嘛！他们那几个人一个算一个，都没安什么好心。幸好皇帝没那么昏聩，没有当场答应赐婚，而是说再考虑考虑。考虑个串考虑！我偏要赶在他们之前把这亲给定下来。这老头牛批啊，敢在皇宫里安插细作。
百姓的嘴那就是最好的传播途径。等着看吧，过不了多久，这件事就会传得全城皆知，自然也就会传到宫里去。到时候最好气死那个贼婆娘！哎呀，孙女婿啊，这样一来，开弓可没有回头箭，你要和我们侯府坐同一条船了。咱们齐心协力，共同振兴侯府，好不好？好。还是孙女的眼光好啊，那么多人一眼就挑中了萧天洛，不仅能打，脑子还好用。这孙女说他们二人只签了3年，3年怎么够？这么好的孙婿去哪里找？想跑不可能啊！好，好，既然事情办完了，那我就先走了。祖父慢走。对，哎，等。洛哥，这也算是飞上枝头那啥了吧？你想太多了，我只是侯府的挡箭牌，挡了宫里那些人。大小姐不招婿的话，宫里那些人总想给她安排安排，这一成亲，他们就没戏了。所以，你也不用把我的地位看得太高。侯府的处境比你想的要艰难。只是有一件事，我一直想不明白，还有洛哥想不通的。老侯爷的儿子死了，按理说，现在的侯府就和掉了牙的老虎差不多。宫里那些人想娶祝九儿，却不敢用强的，这很不正常。洛哥，你这身板和大小姐的身体差的也太多了。她那天天喝药的身体，到时候能受得住吗？哎呦，好像真不太妙。怎么了，小姐？感觉有人在说我坏话，一定是宫里的人。皇后娘娘机关算尽，软的不行，现在来硬的。还好祖父反应快，不然一纸圣旨下来，后果不堪设想。这些人看似身份尊贵，行事却如此下作。那个大皇子看似翩翩君子，实则小人。上回宫宴，他暗中做手脚，小姐差点中招。大小姐，萧公子、萧护卫是您亲自选的，这番相处下来，奴婢觉得他倒是个可信的。恐怕不是个好人，我这是给自己挑了个刺儿头，日后如何，也只能走一步算一步了。往下点，往下点。哦，好。没想到大小姐竟然是在招婿，唉，可惜大小姐竟然看不上我。大哥，这没见着萧天洛和灵通啊。哼，估计是没留在庄上了。也是，一个刚入侯府不久的侍卫，他拿什么跟我斗？连大小姐的大婚都参与不上，也不知道是哪家公子进入了侯府。见到后，一定要好好巴结巴结，到时候直接将萧天洛2人赶出侯府。太好了，太好了！你不进宫，只招婿，那这个婿不就是我吗？除了我，谁还有资格？我跟表妹简直就是天生一对，亲上加亲。只要我当了侯府主人，这些该死的下人，我一定要好好教训一下，看他们以后谁还敢瞧不起我。不过这老侯爷既然要招我为婿，为什么要瞒着我呢？肯定是要给我一个惊喜。拜见皇后娘娘。大哥脸色如此难看，是发生了什么事吗？皇后娘娘还不知道。本宫最近一直在为求陛下赐祝九儿与皇子的婚事奔波，倒是对宫外之事没怎么过问。那宣武侯府招婿了。你说什么？他怎么敢的？他不仅敢，还做了。24下聘礼，浩浩荡荡的下聘队伍，经过京城的最繁华的街道，现在全京城的百姓
都知道了。大婚将在7日后。这个老匹夫，敢如此不给本宫面子！哼，这宣武侯府的婚可不是他能说的算的。本宫说不允就是不允，本宫现在就去找陛下下旨。皇后似乎脸色不太好，是发生什么事了吗？怪不得脸色能看得过来。身为皇后亲自下场参与皇子之争，还把主意打到宣武侯府上。宣武侯府竟然在短短的时间内定下婚事，还是府上的一个小小护卫，这是赤裸裸的给了皇后一巴掌。陛下，这老侯爷是糊涂了，简直胡闹！侯门之女岂能与一护卫成婚？还是个孤儿，本宫觉得不妥。老侯爷本就对皇家无益，如今才知道他的决心。宣武侯府岂能容你一妇人搓圆捏扁？朕幸好没听你这妇人的。可是什么？定武侯死了，老侯爷本就伤痛欲绝，唯一的孙女还被你惦记。一门双侯对大楚忠心耿耿，他只想将祝九儿留在身边，有何不可？皇后，你有些过了，别以为朕不知道你大皇子在背后做的事。再说下去，妾身知道了。婚期在7日后，但那名护卫与朱家小姐在数日前就一同前往庄子，可见是早就挑选好的人。老侯爷做事岂能没有章程？只有那蠢妇以为可以靠着皇权拿捏侯府，他也不动动脑子。先皇临终前能记挂其功劳，朕都要顾及3分。唉，真那么容易拿捏宣武侯府，朕早就做了。父皇啊，你为何要给宣武侯府留那样东西？不错，小护卫这身材就是衣架子，穿什么衣服都好看。丝绸的质地，衬的颜色更鲜艳亮丽，再配上这条腰带，绝了！人靠衣裳，马靠鞍。哎，对了，大小姐的婚服什么样？本朝男子婚服为红，女子婚服为红金相间呐。等到迎亲那日，姑爷就知道了，肯定衬得很。好了，姑爷，接下来老奴带你走一遍大婚的流程，可一定要记牢了。侯府接续啦！恭喜恭喜！来这边，百年好合。哎呀！恭喜啊！恭喜！谢谢啊！真是一表人才！恭喜啊！不流倜傥啊！罗哥，这儿。恭喜恭喜！太好了！姑爷，走吧，大小姐来迎亲了。大小姐，我来接你了。家人相见，迎亲回府。小天成，好一对新人呐！田洛，老夫只有这一个孙女，唯愿你们琴瑟和鸣，携手共进，以后的日子才能过得安稳呐！多谢祖父。这夫妻之道博大精深，唯有相知才能互相扶持，走得长远。祖母愿你们2人从今往后互相心心相印，彼此支持。
这二人的祝福语咋听着像是我们二人合作成功，满满的商业味道。多谢祖母。好！哎呀，真好啊！当初本王就觉得这小子不凡，想要挖到王府，没想到老侯爷更绝，直接把他变成孙女婿。吉时已到，行3跪9叩礼，一拜天地。好好2拜高堂。好，夫妻对拜。真是郎才女貌啊！恭喜恭喜！礼成，送入洞房。恭喜恭喜！恭喜老侯爷！好，恭喜啊！恭喜！多谢大家前来，等会儿多喝几杯。侯爷，宫里来人了。侯爷，宫里来人了。这什么情况？宫里来人了，什么事？大婚已成，都到这个时候了，难不成他们还想阻挠？是捧场，还是砸场子？如是令皇后的秉性，估计是后者。快请进来。圣旨到。圣旨怎么来了？快跪下！奉天承运皇帝诏曰：宣武侯府今日迎喜，特赐玉如意1对，金燕1双，东珠24粒，以彰朕之欣喜，望新人美满，早生贵子，钦此。竟然是皇叔来的赏赐，其他的不说，东珠24粒，就连皇子目前都没这待遇。谢主隆恩。草民、民女，谢陛下隆隆恩。陛下还说了，若有机会也想见见这侯府贵婿。小民多谢陛下，若有机会，小民也想一睹盛容。恭喜老侯爷喜得贵婿呢！多谢，今天是老夫孙女大喜，给公公备点喜饼。是，客气了，公公请。不愧是宣武侯府啊，不愿意将孙女嫁给皇子也就罢了，转头就迎赘婿，就这样，陛下也说不计较。陛下自然是有气度的，但皇后就不好说了。陈家现在如此势大，恐怕咽不下这口气。是啊，报复虽迟，但一定会到。就是。竟然是萧天洛，是萧天洛，这怎么会是他？为什么会是他？我比他差到哪儿了？完了，之前我对他百般刁难，这下他成了主子。喂，陆守卫长，开心点嘛！有句老话叫“人生无常”，今天是我洛哥大婚的日子，你要开心，你要笑啊！哎，笑啊！你怎么不笑啊？是天生不爱笑吗？怎么着？看这样子还想对我示威啊？我告诉你，我以后不是你的人，我要跟着洛哥在内院，以后听他的。大哥说的果然没错呀，风水轮流转。爽！
哈哈哈哈哈！哎呀，喝多了？没有，安王他没有喝醉。既然如此，那我们喝合卺酒。那接下来，我先去沐浴。哎呀，又不是第一次了。嗯，这是什么？夫妻洞房指南。哎呦，哦呦，这我浅薄了。我一直觉得古人对房事没什么研究，没想到竟然如此深入啊！这夫妻洞房指南有点不太正经啊。这房间、榻上我都能理解，这花园里、船上，甚至还有秋千上，玩的可真花呀！哎呦我操，还有高手！树上也行。你把它放回去。怪了，我是这个家的赘婿，这管家怎么没给我拿一本研究研究？这也太不公平了。不是说好生儿育女的，你站那么远，咱们隔空造啊？哎，要我说啊，要想早些怀孕，咱们就把这些全都练一遍。大小姐，咱们该安寝了，难不成怕了？谁怕了？你放开我！遇见你的眉眼，如清风明月，在似曾相识的这哪个老干部受得了？顾盼流连，如时光搁浅，始终风一如。不对呀，之前动静可没这么小啊，今天怎么雷声大雨点小？难道上次是因为天黑，再加上又被下药了，所以才放得更开？我收手！看什么呢？你闭嘴！你怎么这么没眼力见儿？我是没有眼力见儿，也好不到哪儿去。你瞅瞅你在干什么？我是大小姐的贴身丫鬟，我就应该在这儿，好吧？我都不好意思直接戳穿你，这么想看，怎么不直接推开门，站在床榻边上看？哎，等等，外面好像有人。哪个不是死活的东西，敢打扰我洛哥洞房？这新郎竟然不是我，这都是骗我的，骗我的！不，表妹，不，表妹，表妹。洛哥，昨日人多，都没来得及恭喜您新婚，以后小弟就靠您婚了。那是自然。对了，昨夜是不是有什么动静？洛哥，你不知道，昨夜我看见表少爷和陆老六那两个人，用洛哥的话来讲，跟个傻逼一样站在雨中。我刚才进来的时候，那陆老六对我都点头哈腰的。你现在是内院，跟他不是一条路的，犯不着跟他计较。
小姐慢点。大哥，我先去外面候着。姑爷，小姐身子弱，还是悠着点儿。今晚一定。你还要今晚？不可能。嘿，我可是奉祖父祖母之命，让你尽快怀孩子的。你，我喝这玩意儿是干什么？这不是补药，姑爷，这是温药，都是杜神医调配的，好着呢。哎，你要再不喝，我可就嘴对嘴喂你喝了。知道了，知道了，你管好自己的嘴巴。对了，姑爷、小姐，老夫人今日说让你们过去一趟，要交一些东西给你们。既然你们成婚了，再加上上次庄子上的事儿，我就退居二线。这府上以后的事呀，就交给你们二人做主。之前就帮我打点过府上的钟馗，现在只不过是将植田、庄子、商铺都交到你们手上，以后你们二人商量着来就是。不过天香阁的事，你们俩要上上心呀。天香阁怎么了？难道掌柜的也贪了？这个嘛，等你去了就知道了。这些事就交由你们二位，但是最重要的，你们俩呀要加把劲儿。别的什么事都好说，但是曾祖父和我呀，还等着抱曾孙呢。孙婿定当尽心尽力。孙婿最近一直有个疑问。哦，说来听听。祖父已经退隐多年，也没有复出领兵之意，陛下为何还要投鼠忌器？按理来说，退隐之后，只要不妄动民间威望，参与权力之争，就可以颐养天年。但为何皇兄皇子，甚至是皇后，都要不惜一切的力量，想要去宣武侯府绑定在一起？这到底是为何？看着三人的表情，果然还有我不知道的。能让皇帝忌惮到这个地步，侯府一定还有别的筹码。孙婿虽和大小姐有3年之约，但这3年内，我也想为侯府尽一份力，只是别到时候因为不知情而做出错误的判断，连累了侯府，还请祖父指点。天洛，你为何这么觉得？孙婿习得这一身本事，本是要考取武举，只可惜因为家贫，不得不加入府里当护卫。平日里也观察时局，刻意留心。近些天呢，根据亲眼目睹、亲耳所闻，孙婿推断侯府的处境和外人想的恐怕要更加艰难。我早就发现萧天洛洞察力惊人，但没想到成婚才第1天就逼问侯府筹码。大小姐不愿意嫁给皇子，甚至和皇室有关的权臣之家，不参与敌国之争固然是好事，想必陛下也是乐见于此。但最近侯府已经打脸了皇后和陈家，陛下却还在大婚之日送来了赏赐，想必也是经过了多番考量。这顾虑之一大概是岳父。这还不够，孙旭推断陛下对侯府的顾虑还有之二。你确定你想知道？嗯，好，这个是你自己想听的啊。老夫跟先帝交情甚笃，先帝在世的时候，毫不夸张地说，我们祝家
那可是当时第一的权臣之家。先帝驾崩之后，老夫便辞了官，离开了朝廷。先帝在临终前，为了保我们侯府的平安，特意下旨，赐给了我们一支由真正的精锐组成的骑兵，并且令后世皇室不得收回。什么？什么？私兵还是由精锐组成？这皇帝怕不是脑袋有问题，就不怕侯府用这支私兵架空皇权？但凡有点脑子的皇帝都不会这么干吧？怪不得现在的皇帝会忌惮侯府，估计整日脑子都在想如何不违背先帝的旨意下，又能收回私兵。坐下。我跟你说，那支私兵可是由先帝亲手调教的，个个都身手不凡，而且熟知皇宫的格局。先帝薨逝后，这支私兵便认我们侯府为主，做了我们侯府的暗卫。老夫为保平安，便让他们在暗中行事。还熟知皇宫地形，这先帝是生怕后面的皇帝强度不够吧？这几年大楚平安无事，他们也便各行其事。他们的后代子孙，无论是男丁还是女丁，都相继补位，继续效忠我们侯府。这也是我们侯府这几代人一直长盛不衰、战无不胜的原因。不过他们是私兵，不属兵部管辖，所以他们还得靠我们的银两来供养。怪不得，这么说就想得通了。哎，那算起来，这支私兵已经第3代了，我们岂不是还要再养2、3代的人？没错。给。所以接下来得由你们供养了。幸亏你们成婚得快，要不然老夫都快养不起了。我这做赘婿的，不仅要考虑着养儿育女，还得养一支私兵呢。对喽。我就知道这赘婿没那么好当。老侯爷，表少爷求见。老侯爷，表少爷求见。让他进来。见过老侯爷、老夫人。延年，你可有什么事？确实有事要和老佛爷、老夫人商量。我们已经不管侯府事了，侯府交给他们俩了，有啥事你找他们商量吧。恭喜表妹、表妹夫大婚，昨日未能当面贺喜，今日在此补上。多谢表哥，马上就春闱了，也祝表哥能够高中。多谢吉言。表哥有什么事儿，坐下来说吧。喂，别看了，人家现在是落嫂。母亲还让我娶表妹，我也想啊，这么漂亮的表妹。哎，怎么还偷看呢？表哥，其实我对你们文人是很向往的，只可惜奈何我家境贫寒，习得一身武艺。我看表哥是才气侧漏啊。外露外露。表哥，我对你们文人的诗词歌赋非常的喜欢以及欣赏，不知道表哥能否为我作诗一首啊？好，那我试试。英姿飒爽，公子庄，飞上枝头带凤凰。好文采。哎呀，不愧是文人讲的话，就是好听啊。来，表哥，你说说，你来找我们有什么要事要商量？我收到书信，父母要来京城一趟，但我住的那个院子实在是太小了。他们来为何要住侯府？京城
是找不到客栈了吗？当然可以，表哥要备战春闱，舅舅舅母一起住过，固然是好。不过和表哥一起同住，反而对表哥不好。怎么说？我听说舅舅舅母极其讲究规矩，表哥在家的时候，早上要请早安，晚上还要请晚安。住在一起，这规矩是守还是不守啊？若是守，这温习的时间就更加少；若是不守，又违背孝道，实在两难全呐。那依表妹夫看法呢？咱们侯府啊，在南风巷有一套2进2出的院子，刚好空着，表哥可以带着舅舅舅母一起住进去，一人一院，也挺清静。表哥意下如何？这是个好办法。那表哥回去收拾下行李啊。好。哎，那我这不是被扫地出门了吗？真晦气！要是舅舅他们住进侯府，还不知道要闹出多大的篓子。还好你精明，只赔了一座宅子，还算划算。谁说赔了？我是借他们住，又不是送给他们。来，偶尔吃一块，死不了人，吃吧。真香啊！要是萧天洛没在，我想吃什么吃什么，哪要像现在这样熬人寿？不可，大小姐最喜欢吃重味了，可惜啊，现在只能看着。是药3分毒，你每天往自己胃里灌那么多，就一点辣，能比得过你3分毒吗？姑爷说的有道理，小姐，你要不少吃点。太香了！今日厨房给力，大火爆炒。这大小姐过得也太苦了吧？这不能吃，那不能吃，这地位再高，银子再多又有什么用？吃块肉都能激动成这样。偶尔啊，少吃点，没事儿。等吃完了，咱们去天香阁看看怎么回事。哟，大小姐来了，这是咱们的姑爷吧？真有气度，和大小姐真般配啊！掌柜的说话就是好听。走吧，我们进去吧。哎，大小姐，请。大小姐，这里的胭脂可都是好方子制成的，蜀葵花、虫酱、黑豆皮、石参花及苏木方等。这么好的东西，却卖不出去，东西好不好，我验一验便知。之前老夫人就说过，以后的铺子的事情会交给大小姐和新姑爷，没成想来得这么快。不差。胭脂得够干净，才能达到这样的效果。这胭脂可称得上是上品。上品的东西卖不出去，你在逗我？掌柜的，咱们店的供货是从何而来？是小的去江南物色了一位娘子，她发明了这种沙花法，做出来的胭脂啊，比别人的店里干净了许多。小的亲眼见过，她将花捣了又捣，又以素饭将青，醋者陶制。这么好的东西，为什么卖不出去？大小姐，是小的没有本事啊，这么好的胭脂却卖不出去。可小的也买过别人家商铺的货，单论质量，还没咱们的好呢。做生意啊，除了有底气，还得会吆喝。我刚看见对面的店铺请了2个小姑娘，演示如何上胭脂，长得水灵又会说话，这自然吸引不少的顾客。
什么酒香不怕巷子深这样的观念，在竞争激烈的航道就不适用，得换换。或者，在这样拥挤的赛道挤不出来，咱们就换换新的，推出点别人家没有的货才有意思。你觉得呢，大小姐？别人没有，又能让姑娘用上，能有什么？给我一点时间，等我做批样品出来。你能吗？姑爷，要说练武的话，奴婢自然没话说。毕竟你的武艺，连老侯爷都赞叹不已。但是胭脂水粉可都是女子的用品。哎呀，看来你们都不相信我，是时候给你们展示下新的技术了。走，买材料去。这猪油能做出什么？天机不可泄露，你就等着吧。那我倒要看看你能把这猪油玩出什么花样。哼，洛哥，这是你要的草木灰，我可是准备了好久。行，快放那儿吧。你把这猪油拿去熬化。哦。大小姐，你就瞧好吧。萧天洛，你个杀千刀的，你竟敢欺负我！你看我咬死你！大小姐，急什么？等我给你变个法术。什么法术？春风无期，秋叶霜起。这就完了？那猪油呢？别急，要是天没下雨的话，等明天晾干了继续。明天呀，我就让你看看来自新世界的冲击。走走跳停在你身。搞得神神秘秘的，若不是你说的那个效果，今晚就别上床。哎，哪有你这么威胁人？我们还等着抱曾孙呢。换个条件威胁他。好了，天洛啊，你说让我们看看，到底是什么东西，能让你笃定救天香阁起死回生？好，刘烨，准备好了吗？准备好了，姑爷。接下来就是见证奇迹的时刻。当当当，肥皂啊，还挺香的，带点香，摸着挺光滑。这东西怎么用啊？刘烨，展示一下。啊！哇哦，干净了！哎呦，我的个乖乖啊！还真把衣服洗得这么干净。这还是准备的不够充分。那模具啊，只有方形的，以后还可以做其他的形状，颜色也可以有不同。咱们不是有香料吗？要想玩花活呀，可以放点香料进去啊，不仅好看、好闻，还好用。我的个娘嘞！这东西还能卖钱？当然，而且啊，供不应求。好。对了，姑爷，这东西为什么要叫肥皂啊？放那么多猪油，能不肥吗？咱们调整一下碱的含量，放一点香精什么的，这东西就能叫香皂。哦，不是用来洗衣服，是洗澡、洗手。好，太好了！一物两用，难怪你如此信誓旦旦。这一物比得上咱们侯府所有的铺子了。是啊，没错，此物啊，大楚王朝还没有人弄过。天香阁第一件，我之前说过，天香阁缺少的就是宣传和推广。咱们这种东西啊，就是得精细化。天香阁的客人都是女眷，咱们就往精美方向走。咱们先做一批样品，产量不需要太多，
包装精美后送给人家使用。在大楚啊，就没有几家高家门户不想要结交侯爷。就是，哼，老夫送的东西，他们谁敢不收？哈哈哈哈！就是啊，咱们这个商税太高了，国库盈亏是否完全靠着商税和地税，还好没有人丁税。别提了，现在国库的银子就跟纸糊的一样。现在的皇帝隔三差五就花元，花完了再发给底下人，但是他哪管得住底下人贪墨吃笑？哎呀，老东西，小声点儿，当心隔墙有耳。你莫要以为皇上不想搅了咱的私兵，如今只不过是启言夫妇二人生死不明，他不好卸磨杀驴罢了。一朝天子一朝臣呐。想当初先帝临终前还想着应我家族，老夫一直都感念他的好，但是现在这个皇帝却一直想着如何对我们侯府动刀子。看来这皇位该变一变了。所以现在的宣武侯府看似安全，实则早就处于在危险线上。特别是祝九儿父母失踪，导致宣武侯府明面上掌握的兵权也没了，只剩下私兵。如果再往深一点想，侯府商号生意一直不好，是不是也有人刻意打压，变相削弱私兵？无论如何，首先振兴商号，光凭侯位待遇啊，难以维系。孙旭还会再做一些香皂和肥皂一起推广，还请祖父啊帮忙推广。哎，你这个小兔崽子，我们把侯府的事务交给你们，就是想享享清福的。你的好，这刚成婚就想拉我俩做苦力啊？特殊时候特殊待遇嘛，侯爷也不想侯府在您手中覆灭吧？不算了，容你说两句便是。臭小子！那我们就重振侯府商号。好，好。哎呀，夫君，要不今晚你用这个洗洗，香喷喷，怪好闻的。大老爷们儿的，香喷喷的像什么话？灵通呢？灵通，洛哥，你叫我。拿去洗，打个样。洛哥，要不还是换个人吧？我一大老爷们儿，洗完太香了，娘们气气的，还怎么见人啊？你可是大楚第一个用香皂洗澡的。我是第一人，我这就去。好一招祸水东引啊！哎，彼此彼此。林通就是个傻子，姑爷把他卖了，他还能帮到什么钱？不够，估计还得帮姑爷凑个整。哇塞！啊，洛哥，不错，天然香精，味道没那么浓厚，崩吗？一点也不崩，摸起来滑溜溜的，像黄花大闺女。洛哥，你瞅瞅，这娘们又针对我，你可要替我做主啊！你们觉得这香味如何？淡了些，不过大楚素来佩戴香薰，或者是佩戴香包增香，并不以沐浴来增香，这一点倒是无伤大雅。东西有了，包装尚可，现在就得劳烦一下祖父祖母，托他们的关系，把这些东西啊都给送出去。定点投送怕是不妥，现在府中的一举一动都被别人给盯着，若是大张旗鼓的送东西，会被人误以为是故意拉拢朝臣。这就跟之前的天香阁一样，有好东西卖不出去。这个我已经想好了，来，这是什么？香皂和肥皂的宣传单。等会儿啊，
就吩咐一下府里的下人，还有家丁，把这些宣传单啊都发放给京城里的百姓，一连发3天。我要让整个京城都知道，天香阁将会有一件其他店铺都没有的东西。你这写的都是什么呀？3日后，天香阁出售神秘惊喜，价格实惠，女子用了能勾魂摄魄，增加魅力，迷倒万千众生；男子用了能引得万千少女回眸。据说宣武侯府的赘婿便是用了此物，才使得大小姐倾心。这怎么样？我这广告词写的新颖吧？洛哥，真能引起万千少女的回眸，效果真有这么好？怎么可能？你这是虚假宣传。哎，这什么话？我哪有虚假宣传？上面写的清清楚楚，一切以自身条件为准。我怎么没看见？你拿这个看，宣传单左下角。你这是投机取巧。你就说我写没写吧，这宣传嘛，要的就是噱头，只要噱头足够足，抓人眼球，吸引顾客。难不成你们有其他什么好办法？没有。那不就行了？既然你们没有办法，那就用我的来办。我们天香阁新推出的神秘物品将在3日后售出，价格公道，人人可用。各位看官，来，是我们天香阁新推出的神秘物品。来，二位，新推出的神秘物品，价格公道，人人可用，将在3日后推出。人人可用，3日后推出啊！老王，上面写的啥？让我看看啊。说是天香阁3日之后要售卖一个神秘物品，女子用了能增加魅力，勾魂摄魄；男子用了能引万千少女回眸，价格还便宜，我们这些普通百姓也能用得起。啥？这世间怎么可能有这种东西啊？我不是骗人的。这不还写着吗？宣武侯府赘婿便是用了此物，才让大小姐倾心呢。当真？那我还真不知道，3日之后去看看就知道了。那我肯定要去看看。好。哎，老刘，你听说天香阁的事情了吗？啊，你说这个，我当然知道了。哎，对，就是这个。你说这上面写的是不是真的？这还能有假？老侯爷为人和善，还能有假？对啊，宣武侯府也不可能骗人啊。那岂不是说那萧公子与大小姐也是真的？我就琢磨，我比萧公子也差不了多少啊。2日前我曾在街上见过萧公子，的确是与当护卫时不一样了，我都忍不住多看了2眼。当时不知道原因，现在总算明白了，多半是用了此物的原因。萧公子用了此物能获得大小姐的倾心，我也可以啊。去，2日后必须去天香阁。就你这熊样，还想跟我跟萧公子比？你还差点儿。我要求不高，用了此物能让我讨上媳妇就行。去你的！大小姐，这么多人啊！天香阁从开业到现在都没见过这么多人。淡定，这只是一个开始。什么女子，什么勾魂摄魄，我都等不及了。神秘物品到底是什么呀？快告诉我们吧，我们大家都等不及了。告诉我们呀！别让我们等着了。好，既然大家都已经迫不及待了，那我就不卖关子了，马上揭晓。这是什么？这2物就是咱们天香阁推出的新品——肥皂、香皂。萧公子，这2个东西确定有你宣传的那么好吗？是，那就让你们见识一下。首先
是肥皂。肥皂？哎呦！啊！这到底在干嘛呀？这什么呀？看起来没什么效果。这怎么可能啊？这洗不干净。哇！变白了！洗的竟然如此干净，皂角都没这个效果呀！是啊，这个就是肥皂，一块能用很久，便宜又实惠，保证每个人都买得起。而它只是今天的配角，真正的主角是香皂。香皂？此物真的有你萧公子说的那么神奇吗？神不神奇，我说了不算。哎，要不你们试试？我现场挑2位上来。谁愿意？我，掌柜的，一人一块，搓一搓，再拿清水洗一洗，可以了。这是什么呀？你倒是说呀！这香皂洗完之后滑滑的，又很香。二位，不如下去让他们看看。你看，还挺滑的。兄弟，你好香啊！你滚啊！你滚啊！你好香啊！这便是香皂，不仅拿来洗手，还可以用来洗澡。诸位想一想，洗手都如此好，那若是洗了澡，效果岂不是更好？香皂不仅能洗出一身的污秽，而且能让皮肤起到保养的作用。女子洗完之后如出水芙蓉，你的丈夫会不会更加的疼爱你啊？哎，你洗完之后走在街上，清香四溢，女子见了你是不是更加注意，想跟你搭讪？是，我怎么不知道还有保养的作用？出门在外，身份都是自己给的吗？敢问萧公子，这香皂售价几何？嘿，问得好！你们刚才用的这款香皂是普通的香皂，售价50钱。50钱还好。还有更好的，是咱们用名贵中药材制作的香皂，效果更好，售价10贯。10贯，这么贵？这么贵啊！这太贵了！诸位，贵有贵的道理嘛。女子的皮肤就该用心呵护，你的丈夫如果爱你，就应该为你买一块金贵的香皂，让你青春永驻。诸位，女子呀，本来就苦，相夫教子，谁都不愿意看着自己的容颜一天天的逝去，而你买一块精美的香皂，就能解决你所有的烦恼。而这个时候，考验你和丈夫夫妻感情的时候就到了。如果你的丈夫爱你，就应该为你买一块香皂，而如果没有婚配者，就更应该为自己买一块，让自己的肌肤保持水嫩。哎，对，诸位，跟着我一起喊：今年过年不收礼，收礼就收金香皂。今年过年不收礼，收礼只收金香皂。青春没有售价，香皂比爱更大。青春没有售价，香皂比爱更大。如果你要爱我，什么话也别说，买我一块香皂，就不要想太多。如果你要爱我，什么话都别说，送我一块香皂，不要想太多。干什么去？我觉得有点丢人。丢人就一起丢嘛。今天开始，咱们天香阁就开始正式售卖香皂和肥皂，每天限量500块，先到者先得。怎么才500块啊？我们这么多人不够分啊！就是啊，萧公子，我就想问一句，根本不够。你真的是因为用了香皂才让大小姐对你倾心吗？哦，对，这也是我想问你的。是。
买，必须买！我与萧公子不分伯仲，既然萧公子能获得大小姐青睐，还有那么多侯府、王府小姐，总有一个能看上我的吧？这哪是买香皂啊，这简直是对后半辈子的投资啊！是啊，让我先买，买完以后我就回家洗澡，就蹲在定国公府门口，就不走了。我也要，掌柜的，接下来就交给你了。无言，大小姐，交给我了，请放心。别急，别给我一块，别抢！我知道就来，我一块，我也要一块。不妙啊！暗中打压侯府商铺这么久，有真让这侯府商铺起死回生。听到了，快将此事禀报上去。走。总算结束了，让我休息一会儿。要不来我身上靠靠？你别过来啊！不至于吧？你看你给我咬的，还好我毅力强。你看我不掐死你！怎么回事？洛哥，大小姐，有人用肉身拦路。怎么回事？洛哥，这人突然冲出来，二话不说就要往马车底下钻，若不是我拉得及时，就将他碾死了。住手！见过圣懿公主。见过公主殿下。圣懿公主，大楚皇室男盛女衰，到现在只有一位公主，深受皇帝宠爱，她便是圣懿公主。请殿下恕罪，我家夫君不识得殿下，所以才冒犯了。小的见过殿下，还请殿下恕罪。九儿，这就是你的夫婿。这语气，好像对我是祝九儿的夫君很嫌弃啊。殿下饶命啊！你不能因为你是公主就胡作非为，乱杀无辜啊！你是本公主买的奴隶，与公主府签了死契，本公主不过是奉法杀逃奴。原来是逃奴，我家夫君误打误撞，差点耽搁了殿下的正事。人在此处，就交由殿下自行处理。兄弟，别挣扎。九儿，你这夫婿的身手还不错嘛。多谢殿下夸奖，人就交于殿下。臣女等人还有要事要办，就不耽搁殿下捉拿逃犯了。告辞。殿下饶命啊！我们也太倒霉了些，路上这么多马车，偏偏选中我们，差点让我们得罪公主。这可是个聪明的，只有我们侯府的马车有家徽，他看准了的。先上马车再说吧。殿下，放我一马吧。我们朱家的人几时心慈手软过？你尽管逃，不管逃几次，也难逃本公主的手掌心。今日倒是学聪明了些，往宣武侯府的马车底下逃。怎么，还想着他们能救你不成？奴不知道哪里得罪了公主，既然公主从伢子手把奴买下来，为何要如此虐待奴？府里其他人也不曾受过如此虐待啊！那你就好好想想，等你想好了告诉本公主，本公主就告诉你为何。今日见到祝家大小姐，你心里就没半点愧疚吗？你就没有愧疚吗？
奴才不知道公主说的是谁，况且奴与那女子素未谋面，何来愧疚？公主，你得了失心疯了吧？祝家大小姐的父亲乃大楚的侯爷方建国大将军，在战场上失踪不明，其夫人与父一同消失在战场，如今只剩下祝家大小姐一根独苗，你说可惜不可惜？与奴有何干？公主，奴求速死。哼，想死没那么容易，一天不肯说实话，你就死不了。好不容易得到大楚，没想到竟然落到这女子手中。她是怎么发现我身份的？不行，必须得想办法逃走。这男人婆下手没轻没重的，住得越久越危险。我要逃走，等我恢复身份，定要把这恶婆娘剥皮充筋。哼！怎么了？自从天香阁回来后，就一直魂不守舍的。没什么，就是太累了。累了，就早点休息。你今晚不准。哎，这样我可是会睡不着的。哼，你这……你不是想早点结束，早点休息吗？从天香阁回来就不对劲，现在狗狗碎碎的溜出去。祝九儿，速度怎么这么慢？被你的小侍卫折腾久了？今日白天那男子什么身份？让你不管不顾的驱马追赶。这祝九儿说话中气十足，妥妥的女强人气质，哪里弱？这尼玛买家秀和卖家秀啊！我感觉受到了欺骗。你的护卫夫君知道你的真面目吗？一日日的饮药，装的可真够像的。不过，你骗了这么多人这么多年，也不多他一个。好你个祝九儿，感情整个侯府都在演，就我一个人蒙在鼓里。不对，还有一个二傻子林通。白天装就算了，晚上床上还要装，3分钟就喊累，喊够了，害得我每次只能使3分力。的确，一个买来的奴隶，整个大楚都查不出他的来历。但他的后背有一块疤，若是用手摸，能摸出来一块凸起，这形状类似于虎头。黑虎军，黑虎军。帝国唯一能和大楚抗衡的黑虎军，据说上至领头将军，下至斥候，均在后腰有一虎头印记，形如肉瘤，外形凸起，可确认身份？的确类似，本宫将他买回来，本想等他自爆，却没想是个硬骨头。伯父与伯母据说就是被黑虎军埋伏，若非如此，本宫早就宰了他。
一个黑虎君流落到大楚成为奴隶。你怀疑我爹娘的事情，他知晓其中缘由。我的确是这么想的，只不过苦于没有证据。不过九儿，你放心，我一定会撬开他的嘴。倘若他不是还好，若他真是黑虎君的人，我定让他生不得死不能，以后日日都是人间地狱。我的个乖乖，怪不得说山下的女人是老虎，有权有势的女人更不好惹，诚不欺我。听说二皇子最近身边养了个女人，是迎春楼的花魁。原来是她。她不是三皇子养在外面的女人吗？什么花魁，不过是服侍人少些罢了。她害得老三被父皇训斥，以老三的性子，能放得了她？不过她现在为什么在二皇子身边？自然和我们一样，为了求生。你父皇现在尚不知晓此事，你想，如果你父皇知道，他会如何？只是此事不宜捅得太突兀，不然会引起他们怀疑。此事就交给我来办吧，正好有气没地方撒。我呀，就喜欢看他们狗咬狗。你还是小心些，要是引起那些皇子怀疑，你怕是会死得很惨。我在他们眼里啊，就是个被父皇宠溺的刁蛮任性的公主。倒是你，如今大婚了却心事，省得这些虎狼惦记。不过他们也是，区他们还敢惦记你，一群废物。若是没了皇子的身份，让他们去流放，10个得死9个，还有1个死在路上。你那位赘婿本事如何？他有勇有谋，奇思异想颇多，实在是长得不像在贫民窟长大的人，我觉得有些古怪。还好意思说我？这还真是不是一家人不进一家门。我隐藏自己换了心思的事实，这位大小姐也在隐藏真实的自己。你是装不知道还是真不知道呀？你不是想去父留子吗？我是说他这儿的本事如何？你一个未出嫁的公主，一点都不知羞，这是你能问的吗？这总不能说是被狗啃的了吧？果然找个身强力壮的夫君呢，就是好。怪不得你会选择他。我现在真的很期待你那护卫夫婿得知你给他下药，知道真相的表情了。什么？给我下药的竟然是祝九儿！原本以为我是中了迷药才被迫做了禽兽，感情是大小姐主动下药，诱我做禽兽。我最讨厌就是被欺骗，还是被蒙在鼓里的欺骗。这样我算什么？棋子还是小丑？他身手不凡，又奉行解决之道，不喜废物，如此倒真是我捡到宝了。至于身体健康，我还得持续装病。他一到晚上就跟头牛一样，实在对我不义。看来啊，你是真的喜欢上他了。怎么，害怕他得知真相，弃你而去？在我们的计划没成功之前呢，你是不用担心了。失败了，我们都死，更不用担心了。成功了，若他执意请你回去，那时你也是自由身，你就追他呗。希望吧。不过，我们的计划要提前了。因为天香阁的香皂。没错，你们的动静太大了，打压你们家的商铺，确实能遏制私兵。但现在不行了，一旦时间放长，又有钱又有私兵的宣武侯府，很快就会恢复到鼎盛时期，怕是有人坐不住了。你要开始对那些皇子动手了。你知道的，我母妃的仇，我是一定要报的。看来宣武侯府的秘密比我想象的还要多，私兵、皇子，还有公主。我可不是你们手中的提线木偶。
宣武侯府会支持你的。我知道。